下午好，我是云姐。我今天拉黑了一个粉丝朋友，这是我2年多拉的第一个人。3天前也曾经拉黑过，因为他讲脏话。那说不痛心是假的，那为什么会把他拉黑了呢？是因为他触及了我的底线。我曾经说过，这个世上有2个人我要保护的，一个是我的妈妈，一个是我的老公。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要去保护我的外婆，因为我外婆有2个儿子，5个女儿。但是没想到这个粉丝竟然对我外婆出言不逊。那昨天我其实是发了一个微头条，就是简单的说了一下我跟我老公11年来的这种相处。他给我回了一个评论是：你妈妈不是一个好女人，你外婆也不是一个贤惠的人，所以你很强势，控制欲很强。那小肖跟你完全不一样。就后面我也不记得了。我当时看到之后，我其实有很生气。我说：你认识我外婆吗？如果你不认识，请不要轻易的下结论。我外婆是这个世上最贤惠的女人。我说，请你向我外婆道歉。他后来又回了我评论，非但没有道歉，反而非常理直气壮的跟我说：我只是在跟你分析你的原生家庭。我没有再多说什么，直接把他拉黑了。因为在我的心里面，这个世上我的妈妈和外婆，她们是最善良、最贤惠、最温柔的女人，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，而也被所有的邻居和亲戚所认可。特别是我外婆，我外公这一辈子的洗澡水是我外婆端进端出的。他辛苦把7个儿女抚养成人，他打女儿的工具是什么？是稻草，一根稻草追着我9姨满村打。这在当时成为一个笑话。这么一个善良的老人，他竟然说他不贤惠，而因为我外婆不好，我妈妈不好，所以我不好。你说我千百个不好我都认，但是不可以说我外婆。那么也趁着这个事情，我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，我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女人。如果我真的是一个强势的女人，是一个母老虎的话，那我们就一起来分析一下，我是如何从一个绵羊变成母老虎的。先说说我的童年吧。我的童年可以说是一个不幸的童年。我的童年里面充满的是卑微、懦弱，受人欺负，受人白眼，过得很凄惨。给大家讲一件事情，大家应该就能从其中能理解到什么。读3年级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要开始写毛笔字了。那我那个时候没有钱买毛笔，没有钱买那个毛笔的那个本，也没有钱买墨汁，我只有一支破烂的钢笔和那个墨水，写钢笔的墨水。那第一次交作业我是怎么交的呢？给大家演示一下啊。那个时候我还挺聪明的呢，用我们普通的那个课本纸，我撕了一张，然后把它就这样，就是这样。我用一张课本纸，我卷了一支所谓的毛笔出来，然后撕了一页课本纸，用这个沾着我写钢笔字的墨水，然后写毛笔字，那交上去，老师当场给我扔掉了，说这不合格。那么第2天我就不敢写了呀，但是我又没有墨汁，没有毛笔，怎么办？我连续几天我都没有交这个毛笔的作业，然后从此老师就觉得我很懒，全班当着面说傅云是多懒的一个人，然后还去做家访。他来做家访的时候，我们家是乱成一锅粥的，因为
大人都不在，然后我背着我弟弟在做饭，妹妹在旁边玩。他来的时候呢，我是这个给弟弟换尿布，弟弟在哭，然后我也在哭。老师也看到了这个场景，他说你在家里面你要做这么多活啊？我说是啊，家里面这个我放学之后要煮饭，有时候还要放牛，带弟弟。我说家务事都我包了。就是那个年代人都知道，以前种田嘛，就是干旱的时候你要去守，半夜你要去守的水。我妈妈半夜去守水，下大雨的时候呢，妈妈半夜要出去放水。那家里面就剩我和妹妹，还有弟弟，家里面没有大人。我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环境，条件真的很差很差。但是我老是无法理解，因为他的女儿跟我是同班同学，你知道吗？他的女儿就像公主一样的，他们家当时就住在2层楼的小别墅那种房子。他女儿下课之后回到家，什么都不用干，就是写作业，不会写的还有他来辅导，而我连写作业的时间都没有，也没有人来辅导。他更加不会想象到我是买不起墨汁，买不起毛笔。我还记得一件事，当时他骂我懒，我回家跟我妈妈说，我说我要2毛钱，我要去买一个墨汁，我想用这个笔来沾墨汁写会不会好一点？我妈说我刚好有2毛钱借给邻居了。我妈应该都还记得，是不是？没有办法呀，我交不出来啊。但我以为他来家访之后呢，就是会理解到我并不是懒。但是我在4年级转学嘛，4年级转学的时候，他在我的这个结业那个本上面写了一个评论是什么？此生什么都好，就是懒，刺痛我心凉。我多勤快，我是全村最勤快的小女孩，竟然被老师点名骂为懒，只是因为穷而已。那种卑微感你知道吗？后来家里有钱之后我买了毛笔，买了那个本子，买了墨汁，我拼命的写，我每天的写了应该有10几本这么厚。我想拿着这10几本去找我的班主任，想告诉他我不懒，我不是懒。但是到现在我都没有勇气拿着我所写的这些毛笔作业去交给他，来证明我不懒。所以在我的童年里面，我是永远是边缘化的人，受人欺负、受人白眼的这种状态当中。但是我那个时候我只有忍了，我不懂得反抗。那么后来成年之后，我也一样的，我只会忍。在我的身上有很多的伤痕，脸上这一块疤其实已经不明显了，但是手上这块疤还非常的明显。懦弱如我，多少次被命运打倒，我只会哭，我只会在那里难受，却不知道要反抗。我也不知道我被打倒过多少次，被逼到绝境多少次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醒悟的。我不能一直被打倒，我要拥有一种能力，是你不敢打我，你还打不到我。所以我开始改变，但是我的改变也挺晚的，应该是从30岁以后吧。我以前是不敢这样说话的，我的这种能力是我自己锻炼出来的。我以前有个毛病，就是自言自语，我就在没有人的时候我就开始练，在各种场合面对各种人我应该怎么说，包括动作，这个语言组织能力我就是拼命的练，是真的是这样练出来的。那么到后来呢，做了几年的领导，要上台发言，我为了在发言的时候不看发言稿，我在家里面我就是这样子背，我把整篇发言稿背下来，然后还要锻炼自己如何在台上有形的去说，就这么周而复始，才训练出我这种面对镜头、面对众人可以脱口而出的这么一种能力。这不是我天生的，我真的从小我真的是胆子又小，说一句话就会脸红。
那么跟老肖结婚之后，我发现老肖也是那种很自卑的人，大家应该看得出来，他是一个与世无争，然后性格很随和的人。那结婚之后，我就告诉老肖，你不可以这样子。那当时是有很多人就喜欢把我们家老肖当成小弟一样的，呼来唤去。我告诉我老肖，不可以，你不要当别人的小弟，我们一起来努力，把我们自己变成人上人。所以我们两个就是这样子，从拒绝别人把我们当成小弟小妹的使唤开始，我们开始努力的工作，努力的赚钱。现在不会再有人来使唤我们了。如果说我有控制欲的话，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我们家的财政大权全是老肖，我什么都不管，走到哪里买什么，买一瓶矿泉水都是老肖给钱。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控制欲啊，但是我觉得控制的能力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具有的。我们在上班的时候，我们要控制自己的情绪，是吧？被客户欺负了，你不能发火；被同事之间的这种尔虞我诈，你也不能当场发火。我还要控制我们的这一种惰性，那么冷，你得起来，你不能迟到。各种的我们不愿意的事情，我们都要去控制着自己。所以每个人其实都是有控制的欲望，也有控制的能力。那么到现在，我控制着什么？我控制着我跟老肖两个不能够松懈下来。我们每一天都要非常努力的去管理果园、拍视频，还有各种的事情，我们都要打起精神来去把它做好。如果说我控制，那么我控制着我家里的卫生，我家里面很干净，我控制着我的花草的长势，还有一点，我控制着老肖喝酒的数量。曾经老肖一个晚上喝3瓶啤酒，我跟他吵架，我说你不能喝这么多，你只能喝1瓶。老肖还为此跟我发很大的火嘞，他说我管得太多了。这是我控制老肖的，控制他喝酒。我还控制老肖什么？想一想，我还控制老肖的衣服。他呢，从来不管搭配的，在家里面我是随他穿，但是外出的时候，我会告诉他，你要穿这一件搭配这一件，因为他新旧的衣服他全都一起穿，这个我会控制。那还有一个，以前我控制他很严的是，喝了酒绝不能开车。但是怎么着都好，我都是为了让我们这个家变得越来越好。我做事情怎么讲？我的执行力很强，而我对做每件事情我都讲究能做完美，能做10分我就不做9分，尽自己的全力去把它做好。因为这样也有人说我强势，所以其实我蛮纳闷的。到底什么是强势？如果我做一个强势可以让我自己变得不受人欺负，如果我变得强势可以让我们家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，如果我变得强势，我可以为我自己争取我的幸福，那么这种强势它就是对的。甚至于我在此呼吁那些正在受苦的女同胞们，如果没有人外人帮你，你在受欺负着，为什么学我变得强势起来，为自己为家人变得强势起来？但是我们的强势不是面对人，我们对人不强势，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。我对所有人都非常的亲和，我的强势是在于对于生活对命运的控制。我是强势的，我要强势的控制我的命运。我不想做人下人，我不想做穷人，我也不想做一个受人欺负的人，这是我的强势。有些朋友呢，看到我们两个现在是有房，是吧？有车，然后会有一些仇富的心态出现。
但我想真诚的告诉你们，我们真的不是富人。我车子是去年才还完贷，房子的债还没有还完，我们依然是穷人，依然如很多人一样为3餐而努力奋斗着，一刻都不敢停歇。所以请朋友们能理解我的强势，不对于人，而是对于生活，不向生活低头。